Hello，大家好，这里是阿杰，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节目啊。前天啊，BBC 是发表了一篇对优衣库创办人刘景正的专访啊，因为他在采访中承认优衣库现在没有在使用新疆棉了，造成墙内啊又有一大批粉红高潮了。这期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看这篇文章吧，顺便听我瞎聊几句啊。BBC 呢是在11月28日啊发表了他们的商业事务记者大井真理子的采访文章。文章是这样的：全球时尚连锁品牌优衣库的母公司老板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这家日本公司在产品中并未使用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这是迅销集团首席执行官刘景正首次直接回应这个备受争议的议题。中国对优衣库而言，不仅是重要的客户市场，也是主要的制造中心。新疆棉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布料之一，但在其被揭露是使用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所生产之后，新疆棉已不再受欢迎。许多全球品牌下架使用新疆棉的产品，这在中国引发强烈反弹。H&M、耐克、博百利、思捷和阿迪达斯等品牌都遭到抵制。中国主要电商平台曾下架瑞典品牌 H&M 的服装。那21年 BCI 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我当时还在关注篮球鞋啊。记得当时 B 站一堆 UP 主啊宣布不再测评和推荐 BCI 品牌的产品啊。评论区呢也有一堆人说自己这辈子不会买这些品牌的东西了。当时呢我的看法是，中共都没有发文抵制啊，下面一大批傻逼抵制个啥呢？结果不出半年啊，那些 UP 主该继续测评的呢就继续推荐，那一打折呢，那帮叫喊着说再也不买的傻逼呢也是回去接着买了。现在仔细想想啊，表面看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实际上呢是中共一直在用舆论啊引导百姓去抵制中共希望百姓抵制的任何的东西啊。那我大学的时候啊就听一个老师说过啊，当年美国不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嘛，那全国各地大学生啊都去示威游行了，他们呢也不例外啊。于是呢他们就根据法律的要求啊准备好了文件去派出所报备。结果呢民警啊就看看他们说，那还愣着干嘛，赶紧去啊。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对游行的那些管理办法，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个摆设啊。那几年之后啊，因为钓鱼岛的问题啊，当时日本车日料店被打砸的呢也是数不胜数啊。中共基本上就是一个放任自流或者说鼓励的一个态度啊。直到事态失控之后啊，比如当时有人被游行所砸成了植物人啊，中共才出来洗地啊。但是当中国人真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抗争的时候啊，像这几年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的白纸运动了，中共呢就出来镇压了。那这种时候呢，即便你拿着文件去派出所报备说我要游行，那派出所呢也是绝对不会让你通过的。那我之前视频里也提过啊，就是韭菜不要给中共当枪使啊。就记住一点，但凡中共大力提倡的，都不是为了百姓的利益着想的。回到文章啊，文章说，当时身为日本首富的刘景正拒绝确认或否认优衣库服装中是否使用了新疆棉，仅表示他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他选边站的决定让优衣库在中国庞大的零售市场中继续受到欢迎。那当初因为优衣库没表态而放弃其他品牌转而支持优衣库的人啊，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感觉啊。那继续回到文章啊，但在东京接受 BBC 采访时，他提到了公司为提高其服装原材料来源和制造过程透明度所采取的措施。他表示，我们没有使用。他补充说，
谈到我们使用什么棉花，接着稍作停顿，继续说道：实际上，如果我说的更多，这就变得太政治化了，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专注于中国事务的商业情报公司战略风险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艾萨克·斯通费什强调了中美两国企业面临的压力，没有一家大型公司还能保持政治中立。他说，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公司选择立场，而东京在这方面将继续靠近美国。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很容易理解吧。中国和日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几乎是没有可能站在同一阵营的。还是回到文章尽管优衣库在欧洲和美国积极扩张，但用刘景正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还不是一个全球知名品牌，而亚洲仍然是其最大的市场。该公司在中国的门市数量已经超过了其日本的本土市场。刘景正表示，尽管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诸多挑战，他并不计划改变这一策略。中国有14亿人，而我们只有900到1000家门市。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个数量增加到3000家。那首先呢，中国市场肯定是比日本市场更大的，因为中国有14亿人嘛。那这个14亿只是一个笼统的数据嘛，但是至少比日本的一些人口还是要多很多的，所以也不难理解说这个刘景正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重视程度另外呢，在中国你可以去 B 站上的一些时尚穿搭博主的内容下面去看一看，他们其实每年对优衣库的一些新品还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在穿搭这一块，他们都会做一些新品，做一些穿搭的怎么说呢？应该说穿搭的指导吧。就是说优衣库即便说在日本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非常中庸的这么一个设计风格下面吧，就优衣库的东西还是带着那么一点点时尚的属性的。那我相信刘景正肯定知道，他说出这些话之后将对优衣库在华的业务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也相信他笃定中国的消费者中会有很大一部分最后还是会选择优衣库的。因为在我看来对比全国各种服装市场里买来的衣服的质量，优衣库的产品质量还是有一定保证的。这点呢，至少在我去过的一些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服装的批发市场来看，就优衣库的产品的质量还真的是可以的。那大家这几天应该都知道中共对日本的态度又转向了。但是如果之后风向又转了，甚至再出现抵制日本的情况加上中国人的消费力进一步下降那我相信优衣库肯定还是会跑路的。那再回到文章同时中国仍是优衣库最大的制造中心，该公司也在越南、孟加拉、印尼和印度生产服装。2009年，当时优衣库有 80% 的产品都在中国制造。刘景正便告诉 BBC， 中国的成本过高，公司正将生产转移到工资更低的柬埔寨以维持低价格。他现在表示，在其他国家复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成功是很有挑战的，因为转移多年的经验很困难。那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力成本早就比东南亚高了。那现在的优势是那些外企把产业链牵过来这么多年了，厂房设备花了这么多钱，工人也培养了这么多年。那这里这么说有点像那个徐江的感觉就是反正随便插一句就迁走的成本在那里，工人的手艺相比东南亚那边还有点优势加上中国这么多年搞了这么多的基建运输方面也还有点优势那我之前视频里也说过钱是赚不完的，这些企业大不了少赚一点在风险面前这点钱真的啥都不是像川普说过上台之后马上要给中国这边的产品加税，所以是不可能不影响优衣库的。然后工人的手艺问题
中国人呢也是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对于优衣库来说啊，大不了重新操练一遍东南亚的工人嘛，因为都有经验了嘛。再然后基建的问题啊，可能中国的基建的确更好一点，但是越南、孟加拉、印尼、印度还有柬埔寨那些地方小啊。那如果优衣库到时候真的产业链迁移出了中国，或者说整个就退出了中国之后啊，在中国的那么多店员和工人是不是也将被输送进社会呢？我之前也说过啊，所有的人啊都是经济整个生物链的一部分啊，谁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就像优衣库的这些员工啊，他们进入了社会啊，现在市场的蛋糕就这么大，是不是其他人也就会被分走一部分蛋糕，或者干脆就没有蛋糕了呢？这些呢，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啦。再回到文章啊，像优衣库这样的零售商啊，也面临来自超快时尚品牌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的 Shein 和 Temu， 这些备受对价格敏感消费者欢迎的品牌。但刘景正表示，我认为快速时尚没有未来，他们在生产衣服时没有经过仔细考虑，这些衣服你只会穿一个季节，这是在浪费地球的资源。他补充道，优衣库的策略是专注于可以穿着多年的必需品。那我因为在中国大陆啊是不用 Shein 和 Temu 的，所以对这两个平台不是很了解啊。那我概念里啊，这两个呢就是海外版的拼多多啊，其实他们没有自己的产品啊。那如果我说错了呢，欢迎海外的或者说了解的观众朋友们纠正啊。那我想国内的观众啊，应该还记得10几年前有一个品牌叫反客诚品啊，老板叫陈年。那当年凡客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有自己的产品，也有各种贴牌的产品。但是因为步子太大，最后扯到蛋了，现在几乎已经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那大家也能看到，就是中国的那些所谓的超快时尚品牌，其实它的竞争力也就是那样了。那加上现在欧美对 Shein 还有 Temu 的各种限制的政策啊，长期来看呢，我是不看好这两个平台的。那回到文章啊，在他接手家族企业的40年里，刘景正将年销售额约1亿日元的公司发展为今年年收入达3万亿日元的全球连锁企业。现年75岁的刘景正表示，他的目标是在退休前超越拥有全球连锁品牌 Zara 的印地纺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时尚零售商。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啊，优衣库不仅需要在中国拓展业务，还需要在西方市场拓展，而那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强迫劳动和人权议题保持关注。刘景正的宏图大志可能还会面临更多阻碍，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并承诺对中国制造商品征收更高关税的情况之下。那关于他的目标最后是不是能够实现呢？我就不去管了，反正听过拉倒。但是呢，你得承认，他现在手里的牌和筹码都远远好于中国任何一家同类的品牌啊！不是我崇洋媚外，大家应该都看到国外品牌沉淀下来慢慢发展的那种态度啊，而不是像中国企业那样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啊。而且呢，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就是美国这边对于企业的态度会直接决定这个企业之后几年的一个发展啊。那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的那些品牌之后的一个状况啊。那这期呢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